嗨，大家好，我是柏林。巴黎自由行來到最後一天，今天我們前往蒙馬特最具代表性的景點聖心堂。這裡真的非常值得來參觀，因為今天行程安排比較彈性，中午吃了點心過後就到處悠閒散步逛街，非常推薦可以去搭船遊塞納河畔，天氣好可以看到非常棒的景色。晚餐品嘗了道地法式鄉村料理，替這趟巴黎自由行畫下完美的句點。如果你也準備要來巴黎，這集影片你絕對不能錯過。早安，今天是我們在巴黎的最後一天。我們要來去聖心堂，走到公車站牌，要搭乘80號去聖心堂。今天天氣應該是我們來巴黎這幾天最好的一天。那因為現在巴士裡面人比較少，我給大家看一下巴士裡面的狀況。這一台巴士是雙節的，有點像台中的 BRT。公車大概半小時到這一站。通常應該蠻多人來聖心堂會選擇搭地鐵的，但是因為我們家附近就有一班公車可以到聖心堂的附近，所以我們就以交通便利來就是搭乘這班80號公車。目前到聖心堂差不多還要步行8分鐘左右，沿路散步看一下這邊的建築風景。這邊路面的地形跟我們在羅騰堡的時候有點像。結果我們發現走路的路線是走到聖心堂的背面，不是從正面上去的。比較少遊客在這邊，所以你們如果在這個地方拍照的話，應該畫面是蠻清晰的。我們從後面這條路走上來，直接看到聖心堂，那是它白色教堂的圓頂，很漂亮。重點是真的沒什麼遊客，你看我們剛剛就在那個位置那邊拍照。稍微查了一下聖心教堂這邊的歷史。當初會建造這座教堂，其實跟他們法國國家的復興運動有點關係。法國曾經在普法戰爭中輸給了普魯士，所以當初法國人呢，就是祈求國家能夠重生，因此建造了這座聖心教堂。我們現在已經走到教堂的正面，可以看到遊客跟我們剛剛差非常的多，正面也是蠻壯觀跟神聖的感覺。今天天氣非常的好。天空藍藍的，這畫面拍起來也特別漂亮。現在想要進去聖心堂參觀，順着這邊排隊，然後也是要過安檢的，所以等一下包包給他們檢查一下。來聖心堂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剛好遇到他們11點在做彌撒，修女吧，她是用真人的聲音在唱，那真的有點猛，那歌聲聽起來超厲害。這個地方真的蠻值得來的，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邊看看。我們今天比較早來，然後現在已經排隊排很長，要等進去參觀。聖心堂這邊算是巴黎的第18區，算是蒙馬特高地這邊最著名的一個景觀之一。剛剛從前面這個階梯走下來，有一個半圓弧形，你們也可以在這邊往下看一下巴黎的市景，或者是在這個地方往上面拍聖心堂，都是蠻不錯的。這個地方真的很多人會有要拿問卷給你填，基本上我們就是禮貌性的講說 no thanks， 然後就直接走掉。在來之前，網絡上面也看過很多資訊的啦，所以就是觀光之餘，眼睛還是放亮一點。這邊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拍照地點，我看很多人坐在前面的椅子上面，然後往上面拍聖心堂。
才剛說完聖心堂這邊看起來好像很安全，拍個照，馬上看到旁邊很多就是刚剛下來的時候不是沒有嗎？突然一瞬間超多人，一瞬間很多人就是强迫他戴幸運手環給你，沒錯，就拿着一條繩子，真的想要拿到你的手環去綁。然後我說 Hell no no， 就反正我就很堅決，然後擺的臉很臭，就直接走掉。比較多就是深色皮膚的人種，大家還是要小心注意一下。看完美麗的聖心教堂，我們就要離開這邊了。然後現在要來去搭地鐵，地鐵4號線感覺比較新一點，車廂內部是比較新的，也比較明亮。小豬要帶我們去買好吃的可頌嗎？他現在為了找吃的，走路走很快，看這個步伐，我都快跟不上了，天哪！沒想到小豬是進來皮耶這間店，他想要買皮耶這邊的可頌，你有看到嗎？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因為可頌不是每間店都有，所以他找得特別辛苦。没想到這次來巴黎跑了這麼多間的 PA， 終於找到在這裡是有可頌的。小豬手上買的就是 PA 這間店的可頌，超開心。這邊最有名的是玫瑰可頌，另外再吃一個不同口味的，是開心果口味的 Pistachio。買完可頌之後呢，附近這邊也有一個景點叫做聖緒比爾斯大教堂，也就是說我們這邊吃個可頌呢，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可以再進去逛逛。哦，這就是玫瑰可頌。對啊，沒有。小豬終於吃到了，這幾天沿路一直聽他在講，他終於吃到了。很酥嗎？我好像看到它的內餡了。然後小豬現在拿的是 Pistachio 開心果口味的，剛剛這已經是架上最後一個，感覺這個開心果可頌應該可以雪恥我們在日內瓦買的那個不好吃的。第一口咬下去，它的味道有很明顯嗎？我覺得它餡很特別，它有兩個顏色，我們很像紅豆跟有一個比較深色的。對啊，都要再往裡面有一點，就巧克力。哦，是巧克力哦。就是巧克力在那個開心果醬的旁邊，是一個比較沒那麼甜的存在的。還不錯。謝謝旅遊之神，讓我們在巴黎的最後一天有這樣的好天氣，還買得到皮耶的可頌，真的太開心了。小豬沒想到我們買個可頌，然後意外來到一個很不錯的景點——聖緒爾比斯教堂呢，是僅次於巴黎聖母院，在巴黎的第2大教堂。它裡面的風格是跟其他的教堂還蠻不一樣的，屬於巴洛克式的一個風格，所以裡面非常的華麗。那它這邊可能在網絡上面會搜尋到說知名的小說《達文西密碼》。裡面講的玫瑰線就是這邊的天文測量儀，然後又稱子午線。這個地方還蠻值得來參觀的，就是遊客沒有那麼多，然後但是裡面一樣是非常華麗，感覺非常的不一樣，推薦給大家。剛來逛這間 CT Pharma， 店員呢，他剛剛就是說裡面不方便拍攝，所以我們就是自己直接逛一下。然後小豬也買了一點東西。CT Pharma 應該算是巴黎這邊公認最便宜的藥妝店，很多外國人跟當地人都在裡面買東西，覺得它折扣很多。基本上，如果你是外國觀光客來這邊買一定額度就可以退稅。現在沿着一條路走個10分鐘，就可以來去逛勒龐馬歇百貨哦。好可愛的米格魯。逛完街之後，現在搭公車來到我們住的地方附近。左前方這就是大皇宮，然後右邊那邊是小皇宮。可以看到這邊的橋上面有一些很特殊的金飾，亮晶晶的，很漂亮。
剛剛有看到很多人在遊船，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也想要來玩一下遊船的行程。今天早上的聖心堂行程真的是很讚，是臨時穿插進去，因為我覺得我朋友都講成那樣，不去一下好像對不起自己。現在還有蠻多時間的，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就是再穿插一個想要搭船的行程，晚上再去吃一個好吃的晚餐。我覺得這一趟的行程就整個是完美，很好。目前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許願成功，現在小豬要帶我去搭船。我們買的船票是從那個地方上船的，面對巴黎鐵塔日落的方向。鐵塔旁邊的搭船處，我們剛剛從前面那邊排隊，然後過安檢，現在差不多下午5點多，太陽的位置在那邊。我們會沿着塞納河畔欣賞兩邊的風景。這個行程算是蠻臨時的，我們並沒有事先買票。原本他這邊遊塞納河畔的船票，一個人大概是台幣600塊。可是小豬呢，今天他買票剛好遇到促銷活動，買1送1，我們一個人只要300塊左右，才290啊，去290，反正算是賺到了。我們只用1個人的票價，然後來遊塞納河畔，這樣很划，超划算。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Running wild. 一下船，我們往左邊看，就可以看到超漂亮的埃菲爾鐵塔。這個時間點真的很優秀，去跟回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埃菲爾鐵塔。晚上這樣超漂亮的。現在這個時間點呢，大概6點半。我們剛才搭船搭了1個小時，剛好我們可以出發去我們今天要吃晚餐的餐廳。Let's go！ 我們來到今天晚上要吃的餐廳啦 ，Ambassador， 跟着小豬進去。入座了，現在正在點餐，這是它的 menu。我應該會吃排餐，副菜都會有附那個 aligot， 就是馬鈴薯泥配上奶油。這道是前菜，剛剛服務生推薦的，就是可以2個人點1份。這道比較像是冷菜，有點像是你在吃冷掉的那種月餅。我沒有很理解它，味道還不錯，是冷的，我比較不習慣。送上來了1份烤麵包，前菜之後就幫你換等等吃主餐要用的刀具。我跟小豬點的牛排還有阿里狗的上來了，盤子溫溫的，可以讓牛排保持它的溫度，味道很香。阿里狗的是法國的傳統鄉村料理，特色就是這樣拉起來，會有一些看戲的效果。馬鈴薯泥搭配奶油還有 cheese 調製而成的，吃看看，感覺很好吃。看小豬切牛排，側邊看到牛排的切面比較偏深一點點，它只有表皮是弄得比較焦黑，但是看起來還是蠻好吃的，吃看看。這鄉村料理它口感很綿密，起司味、馬鈴薯、奶油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覺得很好吃，調味調得很好，超讚。小豬，你覺得它的牛排味道如何呢？還可以，可是我比較喜歡配牛排。吃吃看這邊法國的一個料理，體驗一下。吃牛排。牛肉大概是3分熟，其實烤得還不錯。它的醬其實也是蠻不錯啊，那種有點像烤肉醬的感覺，搭配起來也是蠻 OK 的。巧克力慕斯很可以耶，小豬对不对？是不是很好吃？超濃，超濃的，真的，這很值得點。好開心，點了1杯咖啡，
那基本上這邊咖啡的話都是比較偏 espresso 的，有點前菜，有點甜點，有點飲料，有點主餐，最完整的一餐。沒錯。耶，吃完我們在巴黎的最後一餐，也是最貴的一餐。鄉村料理，那個阿里狗是真的還不錯。小豬說他回台灣，他會想辦法把它復刻出來。對，明天就要搭飛機回台灣了啊！耶！期待下一次的旅行。大家晚安，拜拜。拜。OK， 這集影片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謝謝大家。